凯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我来谈一点比较认真的东西哈。填土知道有道理，其实我觉得东西文化有很多部分是可以类比的哦。那长话短说，我这一期要谈的就是，要谈有关于台湾人，或者也可以谈到中国那边的所谓的继承制度，重男轻女啊，男女有别，或者是反正这种传统农耕社会一路一直下来所延续的一些种种的习俗，或者你可以说是不合理。但是所谓的不合理，其实我觉得应该先谈到习俗了，因为男女有别这个事情是很明显的事情，很明显的事情就是说，你比如说早期的社会，呃，就是男人可能要耕猎，女人可能就是因为身体上的差距这个体力上的差距，女生可能就是在家里照养小孩。我没有说这样是对的大家不用去争论这一点。我讲的是以前到现在。那你至于说以前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也不可能去争以前的人，就是男女平等或什么那些东西。基本上对于人权啊，对于男女平等这个，我完全赞成。我觉得，因为我的人生中其实很多我经历过的很多，除了当兵时候之外啦，包含我念书的时候，高中、大学、研究所都有很多有女教授，或者是有很多女同学，其实成绩都很好，也很聪明，而且我念的还是理工的学校所以理工的科系所以我并不觉得女生比较弱在思考、智力各方面，但是比较感性一点，这是一定的啦。那就好像我跟其他的男生比较起来，有朋友觉得我比较感性一点，虽然我自己感觉不出来，但是他们这样讲就这样讲吧，因为的确我是比较会去思考一些事情。那到了职场之后，我之前的工作在几个外商工作呢，几乎都是女老板、女性的主管为主，而且都对我很好。包括我上次讲说帮我挡酒的，在北京帮我挡酒的那一位那反而我觉得说比较处事比较刚硬一点，或是比较这样耍心机也不对的。可是就是比较也是公事公办的，反而是比较男主管。我在想，我本身在工作方面就应该是比较属于男性的那种很典型的角色，因为我有一个同事曾经跟我讲过，他说，还好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部门的，不然的话如果我当他的老板，他一定很怕我。一个男生会对一个男生讲这么话，我又不是高头大马那种型的。我说为什么会怕我？他说你做事情很严格很仔细，然后而且思绪还蛮清楚的，就是说真的要糊弄你又不容易。我说那你就把事情做好就好了。他说对啊，但是他觉得我的标准都设定很高，然后虽然说我会把它讲得很清楚，但是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不见得就做得到，然后做不到的时候，我可能脸色就不好看。我说我应该不是这种人吧？你在你眼中我这么严肃吗？他说有一点严肃。我说这个我应该都还会容错两三次吧，我不是那种一次就会定生死的那种型的人。不过讲是这样讲了，就是那是我自己的感觉嘛。反正你自己看自己和别人看自己永远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才要常常的去检讨，就是《论语》什么这个吾日三省吾身嘛，对不对？
那不过呢，《论语》讲的是儒道那一块，我们就不谈了。那个什么忠不忠、忠不忠、孝不孝那些东西，成不成那个我们不谈。那孝顺是要的啦，但是三省吾身就是你有没有按照，不是按照自己的做法，就是你有没有去思考到说，别人的感受？我觉得能够去，呃，人同此生，心同此理，去从另外对方的角度去思考某一件事情。好，如果是有争执，或者是有一个案子要做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三省吾身，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是很重要，包含在做事业方面。我因为我习惯前提会讲这些东西，所以我发觉很多人看完片头讲完这个，他就觉得说，这还要你讲吗？我要听你的讲的是讲这个呃清酒啊、葡萄酒、酒类啊、餐酒搭配的餐厅啊，什么类似相关这样的东西。你前面这样讲完，我就不想听了。那你就如果这样的话，你真的就损失我要今天讲的东西，就是损失，这是你的损失，不是我的损失。因为我也不想要在那片头写的很那种很狗血撒狗血，原来他是被怎么样怎么样，原来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想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就很，他也许短时间是有帮助，但是我喜欢细水长流的。我就说我这个平台呢，今天我也不期望它冲到什么100万订阅，我觉得像现在弄一弄，我有投资这个 promotion 哈，我愿意花钱，但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吸引到我觉得可以吸引到的人就好了。那我的字幕我有设定多国的字幕，但是这个字幕呢，除了中文是比较可以保证AI 判断比较准确之外，那其他的文字日文英文还好，英文我会稍微看一下哦。那日文或其他的语文，其实韩文、越南文字啊、西班牙文啊、葡萄牙文啊，我考虑到都是比较主流性的文字啊。这些翻译我当我不懂啊，所以它对或不对，我没办法去掌握。但是我的意思说，我尽量能够提供呃比较，我希望比较正确的知识来跟大家互动了。那你如果只听前半部，像现在讲了7分钟，听的前半部会觉得我好像又在 bullshit，然后在那边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但是其实我提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不想撒狗血，所以我希望它是有一个起承转合。像现在就要讲到转的部分，我前面提到说中西文化就是即便是呃不要讲中西文化，东西文化好了，讲中好像一定要局限在中国或者华人区。东西文化的差异性呢，其实在很多部分都能够体验到，就是说不一定是只有在就是比较严肃的那方面，你即便是比较属于享乐的，就是回到我们这边的主题，就是饮食、饮和食，其实东西文化呢，它外表上看起来不太一样，但是骨子里面呢，它还是会牵扯到人种之间的问题。我所谓人种，其实是就是男女性的问题，然后造就出它结果是有一点类似的。我再强调一次哈，我这样讲并不是说这样一定是好的，我只是说每个年代、每个时期都会有他自己的那个环境底下的一些特殊的状况，不要讲特殊了，就是演化出来的做法。你所谓男尊女卑啊，或者是男人出外出狩猎，女性要怎么样子啊？甚至回过头来谈嫁娶的问题啊，男女要不要结婚啊？或者现在同性以前比较不鼓励同性的之间的状况嘛，现在比较对这个东西就 LGBT 这种东西就比较不 care。为什么？那因为以前有以前的环境啊，以前结婚为什么希望是最好是一男一女？为什么？因为至少要生小孩嘛。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有领养的这个制度，以前比较没有这样的东西啊。
相对来讲比较少，制度也整个社会制度也没有那么完善，所以他们更强调的就是家里男丁要旺盛，哦，男性男丁要旺盛，为什么？因为可能要狩猎，你可能要耕种，这些东西就是你要去获得食物的来源，不然你怎么繁衍呢？对不对？所以天生天生来讲，男生大部分男生真的9成9男生，你体力就是比较好一点，那种体力这个不用去比较啊。所以我题外话插一下，像 LGBT 在谈说什么，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是女性，所以我就可以去参加女孩子的比赛。我是男生哦，但是身体是男的，但心理上是女的，我觉得我就可以去参加女性的比赛。我觉得这就有一点太过了。为什么？因为你心理上是你身体上不是啊，你生理上你还是睾固酮什么的，你还是有比较强的优势在那边，这样子对你真正的女性是不公平的。你不能，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就要强制去定一些法案来限制，就是某些东西不能以自由之名行非自由之实啊。这我要在题外话，那个就中国那个什么王什么那个来台湾，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到国外去呢，就觉得国外自由的时候，我讲这个，我用自由来读你自由的东西，他们的自由就是谩骂。但是其实这两点问题嘛，第一个，他们不懂了什么叫自由的真谛，自由真谛是在不违反别人行使自由的状况底下呢，你才可以去做你这个自由的事，而且不能犯法。所谓的自由，并不是你在墙内你可以不能杀人，你在墙外就可以杀人吗？不是啊，自由还是有一个底线在那个地方的。很白痴，如果这完全都不懂什么，以为自由就无上限了，你可以去模仿人或者怎么样，去那嘲讽人家或怎么样。哎，你不晓得还有法律这种东西吗？诽谤罪啊，或者是这个妨碍自由，还有一个叫妨碍自由这种罪啊什么的，他们完全不懂。啊，出去外面之后，这些中国人跟白痴一样，小粉红跟白痴一样。对，如果你是在看的，我就在骂你。你在其实很简单嘛，你到外面你觉得自由是很没有用的制度的话，你在墙内，你在墙外你可以大声的指责这些东西。请问你，如果你觉得这个这么没有用的东西的话，你在墙内为什么不敢？为什么你不敢做？我记得那时候我去上海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他跟我谈酒的问题，谈一谈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他是最主要是谈到说什么我们酒驾定的，因为我这边开事业嘛，然后酒驾定的酒的价格定的太贵，他说你都以为我们不能到外面去查资料吗？我说，其实我本来是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到外面去查资料，你就要知道说有关税这方面的问题啊，那赚合理的利润是应该的，因为如果没有赚钱，我干嘛做这样的事情？但是重点在合理两个字。但是我问他，一个复旦大学的高材生，一个女孩，交通大学的，上海交大很好的学校，在上海啊，长得又蛮漂亮的。然后她主动写信给我，跟我谈一些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在中国大陆也有中国那边有发表一些讯息，然后我的观点跟别人不一样。我可以跟你讲，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打的啦。你要跟我讲谈葡萄酒也就算了，葡萄酒因为你们到酒庄那边可能经验比我还要多，有些人，但日本酒没有一个可以打的。这个不是我自己讲的，这是当时我在那边上课，一堆人跟我讲的，还有一些人就说他们在呃中国在上海哦，首善之都哦，那种我讲的是贸易的首善之都，他们觉得说听过的没有一个讲的比我讲的还要清楚的。我现在这个频道是因为我在闲聊，所以比较没有 organize，而且有没有播放投影片什么的。如果真的上课的话，我其实是会讲的一步一步来的，而且我会举非常非常多的例子。但反正这不用钱嘛，对不对？你只要按照订阅就好啦。所以
如果你懒得看前面像我讲的15分钟这些废话，你直接转到后面15分钟，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今天的主题。不过老实说，转到后面，有时候前面我就开始就讲正事，你就没有听到了。那这女孩子后来我就问她说：“你说你可以看到外面东西，所以你有翻墙哦？”她这个时候的心态是不是啊？本来在争论的东西，她突然就警觉起来。你看，我觉得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国民生活起来是很可悲啊。她说：我知道怎么做啊，但是意思是说，突然就把本来很张狂的气势突然就缩起来了。在中国的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那时候后来我就不想讲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可悲。就是说你前面讲的振振有词，但是问你讲的比较关键的时候，你第一个考虑到的是，其实我们国内是不能讲说翻墙的，因为翻墙是违法的。这样国民教育出来的国民，你觉得这个会有多少的思考力？好，我刚刚讲这个东西文化的差异性呢，就是呃，我用2个点来说明哦。第一个点是呢，是从这个我本来想照稿念的，但是因为我之前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是我觉得不要，我用谈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让大家了解就好了。今天的主题就是从婚姻的这种男女不是联婚了，男女交往到结婚成为一个新的家庭呢，不管是在东西都会有类似的制度。这个类似的制度呢，就是回到我之前一开始讲的更早期，我讲的是很早期农耕社会的时候那种原始社会的时候那种，因为男女生的先天的体力条件不一样，所以呃男丁比较重要，在那个年代不要争论，我讲的就是实际上在你叫一个女生去打猎，你看晚上都不敢出门的，你怎么去打猎呢？少数的我们就不谈了，我讲就是普遍性来讲是这样子哈。那对，不然女孩子你去当兵看看就知道了。当兵，我讲是我那个实习的当兵的那种操的状况，完全没有尊严的，完全没有尊严呐。好，虽然我是当军官的，那这样一路下来，这种因为身体上的差异性造就了，比方讲结婚的时候，几个我们听过以台湾或者是中国，或者是我想其他亚洲区可能也类似，就是今天如果一个家庭传统的家庭，古老的传统的家庭，家里有田地的，然后你有生，又不是像中国大陆那种一胎化那种不人道的方式，它是里面有男有女的话，通常都会希望生到男的啦，对不对？那因为都会心目中会觉得女生是，我讲那个年代不是我的观念，我讲的是那个年代我觉得女生是比较赔钱货啊，或者是说这样要嫁出去就不是自己家里的人啊，所以呃那个年代下来就是注意东西我觉得都是不是我觉得东西都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一个做法，就是说，不能讲东西都有一致啊。我先讲东方这边，就是如果在传统的家庭里面有男生有女生的小朋友的儿子女儿，通常会倾向把家里的田地、田产、房子留给儿子。那又儿子要分成大儿子，这个不是中儿子啊，就老大、老二、老三。如果说有这样分配的话，那老大就会很重要嘛，就是这样子。这个呃，皇帝以前的皇帝，中国那边的皇帝在那边也是立那个太子，不是也类似这样的状况吗？对，
那女生的话，通常就会被要求就是要签那个不继承的这个文件，就是我自愿放弃继承，我自愿放弃的嘛，所以也没有什么这个，对不对？对，对于这个政府官员或是在管这户政的，他只要看到上面是自愿写的，而且有签名，他就他也不会去查，对不对？啊，至于是不是真的自愿，以前很多这样，像我以前某任女朋友，就是她其实已经算是比较现代了，现在大概差不多还不到40岁嘛，比我小很多岁。她在20几岁的时候，他们家里就要教她签这些东西了。我说为什么要签？因为我们本来打算要结婚，我不是说不要签我这个什么，我们到时候我们两个结婚有钱，不是这个意思，而只是说我搞不懂，因为我家里呢，我和我弟弟、我姐姐，我们这个是比如大家是均分的，没有所谓的男生就是这样，不然我是长子哎，可是我们都是均分的啊，然后我也觉得这是应该的，因为我觉得身为人的话，每个人都是同样的父母，然后同样的兄弟姐妹，没有什么好，就是怎么去区分的问题啊。但是他们家就3个女儿，一个弟弟，然后就是弟弟是最小的那一个，通常都是这样嘛，一堆女儿，然后一个最小的男生嘛，然后他们前面的姐妹们都要写这个不继承财产的同意书，也就是说，那房子或什么的都留给那个，然后留给儿子，然后他们结婚的话呢，就是这边我就要提到哦，在中国有一个不正确的概念，如果你真的是华人区的观众朋友的话呢，中国人就是南方在华人区，南方如果要娶某一户的女性的话呢，通常我们是早期在那个年代到现在也是一样，要给聘金的，聘金嘛，吼，聘请一个人，聘金那个聘，那通常聘金给出去之后呢，多少钱就不一定了哦，就看状况，看两方面门当户对啊，或者是先协商好。通常聘金过去之后，对方会给什么？女生会给嫁妆，这个嫁妆其实就是聘金再加一点钱再回来，通常都是这样。那有没有少数情形是聘金过去，他就是我要聘金，因为认为我养女儿养半天什么的，那你如果要这样，当然也可以啊，没有人说是对或错啊，因为没有一定的规矩的，只是说不好看而已。为什么？你如果你女儿已经放弃你那边的继承权的话，我现在给你聘金，然后她你这女儿嫁过来，这个从娘家到这边来，早期啊，那你还会有地位吗？因为你来了，男方会认为说我花了一笔钱呢、家长了哈，然后你未来你在你的本家里面也没有什么继承权的，什么都没有，那这样你来就不好啊。那所以真正的完全收聘金的，相对来讲会慢慢变少，就变成是有收啦，但是还会用嫁妆名义再回来，回到女儿身上，甚至还加了车子、加了房子。如果这对方女性家里很有钱的话，当然我们谈的是一般的情形，就是说以这样一来一往的过程里面呢，女生她等于是有带东西过来的，那在传统的社会里面她在家庭的地位就不会太低了。各位不要跟我提到什么男女平等，我现在讲的都是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所谓的男女平等这些东西是争取过来的，而且是就好像人权民主那是一样，那就是争取过来的。我现在一直都不是在说以前对现在错，或是现在错以前对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描述一个现实的状况，那叫聘金。
中国现在有流行叫什么叫彩礼？那彩礼那才好笑，就是一个彩礼多少钱，然后还要帮这个自己的如果家中还有弟弟，要帮他买房子啊，什么有的没有的。那其实聘跟彩聘金跟彩金呢字就不一样了嘛，繁体字不一样了，简体字有没有一样我不知道，但是繁体字就不一样嘛。聘的话和彩，你看那聘就我们讲说我们到一个公司去上班给聘书嘛，那种聘或者是你到公家机关，他也是给一个聘书，那是一个很正式 formal 的文件呐、而且没有所谓的上对下，它是就是聘是有一点聘请，反而是有一点下对上的，不是下对上，就是我是希望你来加入我们的那种聘，那个字义是很恭敬的。彩金，中国大陆中国流行什么彩金，那彩金多少钱？有的开那天价很不，就是根本完全没有道理的。你回头去想，我刚刚讲这个，如果你本身又没有继承权，然后又要一堆彩金，还帮你怎么你们家照顾怎么样，有的没有的，请问如果我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男性的话，我结个婚被扒了几层皮，那我们两个怎么生活啊？然后甚至我联想到我的父母，那怎么生活啊？殊不知，所谓的彩金呢，在中国传统社会，彩金呢不是拿来不是结婚再付的那种聘金，它跟聘金是不一样的东西。彩金是我今天如果你们家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这个我已经结婚，或者说我还没有结婚都一样啦啊，或者你要来我这边工作，不是聘请我是给彩金，通常不是聘请，是找来做丫鬟呐，找来做二房啦，找来做这个奴婢的这种，反正就是这种次一级的工作，或者是你在家里不可能是平行的那个年代，那叫彩礼彩金，所以那个比较像在买卖东西那种感觉。所以你中国女性现在把自己贬低到这种地步，说你要彩礼，你不是要聘金，你是要彩礼。你不要跟我讲说啊，那只是什么一个字两个字不一样，不是呢。如果讲不一样，那是你对中文不了解，或是你对这文化不了解。彩金这样子的东西以前也有，但是彩金是属于在就是丫鬟啊、二房啦、姨太太啦，或者是那种，反正就是他绝对不是主位的那种的啦。你要你的女儿去当拿了彩金去当这样的人嘛？那这样的人，人家就不把你当人看啦、就是你就是丫鬟啊，就是类似像这样的角色啊。所以讲是讲了，我要彩金、彩金、彩金，你是把自己当成牲口这样在卖给人家吗？这个根本就很离谱的事情，而且还把彩金喊得多高？聘金是聘金，不是彩金。好，讲完这个，总要讲一些跟酒有关的嘛。我讲了28分钟了。那当然，在欧洲也是有，我讲欧洲好了哈，因为这个其实其他国家我没有什么去看，我是联想到这个欧洲，因为我以前有看过这方面的报道，就是说特别是在 Burgundy 那个区域哈，Burgundy 我们都知道它是种皮诺诺黑皮诺的这个产区嘛，它呢又很注重它的葡萄园，因为它那边是特别讲风土，全世界最讲风土的地方就是在皮诺诺。因为一个山坡，一个山坡，者什么微气候啊，或是什么潮南潮什么日晒什么的纬度怎么样子，土质怎么样，这个里面的水层怎么样，就会影响到结出来的这个皮诺诺的风味会讲很多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自己也知道说，有很多前辈们会跟你讲说，喝这个我刚入行的时候就有前辈跟我这样讲，喝皮诺诺的酒呢很容易踩雷，所以你要有踩到地雷的那种心态。好，那如果说有些一路一直
一路以来都是很好的庄园，然后它出产的这个皮诺诺的红酒都很好喝的话呢，通常这个价格就不可能太便宜。为什么？因为这种的产量是不多的。为什么？因为呃，具体哪一年我不知道，但因为我没有去查细节。我讲说我可以去念这个，我当时有写出来，但是我现在不想做这样的事情哦。就我是凭记忆在想，然后其他各位自己去查就好。那那时候有拿破仑法典，哎，拿破仑不是一个人，他好像是一个制度，还是好几代哈。拿破仑法典，然后里面有规范到说这种嫁娶的状况，他们西方社会，所以我刚刚有做修正，西方社会特别是在法国这个国家呢，从呃还没有民主共和之前吧，他们就是有这种规范，就是说你今天比如说家里有一块葡萄园，特别是在 Burgundy 的这个区，有这块葡萄园，然后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然后男的娶了那个某家的那个小姐，这时候会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假定对方也是葡萄世家的话，那这个男生呢，跟这个他的，比如说他姐姐或妹妹呢，还没有结婚的话，这男生他会拥有，他们是要均分的，要均分哦，两个人要均分。这个原来的葡萄园就变成一半，一半男生带着这个葡萄园，然后结婚的女生她也有一半，她假如他们家也是两个人的话，假定然后或是三个人的话，那他们家就他有1/3的葡萄园，每一个葡萄园都是一样哦。我讲的是一个典型的状况，你就是有特例那种就不讨论了。那、可能他们家有3块葡萄园，有一个葡萄园，他就分1/3，所以他这加上他这边1/2，所以他们两个新结婚的这一对，这个男的跟这个女孩子呢，他们合起来，他们的家庭就会有2个葡萄园，只是2个葡萄园都是原来的，一个是原来的1/2，一个是原来的1/3这么大。这个女生呢，她的兄弟结婚了之后，她也有半个葡萄园。她如果也嫁娶了，就是不是嫁娶，她也嫁了之后呢，如果对方刚好没有，他只是一般的不一样行业的人的话，他要挂他的夫姓，他们要挂夫姓哦，这边也是要挂夫姓。这时候呢，他们两只就剩下半个葡萄园，所以呢，挂了夫姓会有一个什么状况呢？挂了夫姓的时候，你就不会知道说，呃，这个你就不会知道是这个女生原来是这个葡萄园这个世家的人，除非你去研究书本去看，不然因为他要挂夫姓嘛，所以你只看得到就是查到夫姓的名字，然后这个葡萄园呢，其实有半个这样子的葡萄园，很好的葡萄园的话，这时候就变成挂在这个夫姓的名下，不是他的啦，就是说是他们2个的，但是你要查的时候就变成要查以他的夫家的姓名来查，这样的情形就会发生在很多波尔多Burgundy 的这个葡萄园方面。你想想看哦，同样的情形，大家再好好再想一下，这边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哦。这个就越来就这边就有1/2、1/3的葡萄园，这边的葡萄园的1/3就挂到这个男的身上了，所以这个男的底下变成2个葡萄园了。这个女的当然她也是嫁过来，这葡萄园纯粹只是挂名哈，就是但是呢，他们其实还算是比较平等的，相较于东方社会。但是这样在做这个户籍没有问题，可是你在登记这葡萄园的名字的时候，拥有者的时候就变得非常麻烦，因为变成本来一块葡萄园是，比如说都last name 叫做 John 好了，什么不要讲 John，last name 都就叫做呃港后好了，港后这样的名字哈，就随便取的可能有谁哥哥有妹妹，然后他们有一个这块葡萄园，
那现在今天这一结婚了之后呢，这个港后的这个哥哥呢，他就变成是他有这个葡萄园的一半，然后有另外一个他太太的葡萄园，也属于变成这个港后这个哥哥的，名义上是就是他们这个家族这个新的家族的葡萄园，但是呢，这个葡萄园呢，就本来是也可以挂港后的，为什么？因为当他们还是一家人的时候，可是他现在嫁过去啦，他这个葡萄园就不能挂港后这个 last name 了，就要挂这位先生的名字。所以呢，这葡萄园突然间就不见了，不是不见了，还在，但是哎，奇怪，拥有者就不一样的人了，但是其实是同样是结婚过去，还是属于另外一家的人没有错，但是这家里面的女性这一方是拥有这个葡萄园是他带过去的，不能讲带过去啊，就是他们变成他们新的家庭的。如果只是单纯一次一个 generation 的话，那这样还好说。你想想看，如果同样的情形，因为他们的拿破仑法典是规范说，一定都是均分的嘛，所以你的葡萄园如果已经分了1/2，再结婚一次的话，假定也是同样都很单纯，就只有一男一女的话，那个葡萄园就变成1/4了。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会越分越细，越分越细的结果呢，就是第一个，甚至夸张到说，有可能最后那葡萄园本来一个很有名的葡萄园，某一任就是不知道孙子辈不知道第几任了，他最后分到2行葡萄园，葡萄园中的2行，你这样怎么酿酒啊？就即便它是很好的葡萄园，而且就算是比方讲特级园或一级园，坦白讲也有这个园里面哪些地方是特别特别特别好，但是他们没有区分那么细，而是因为如果看整个葡萄园的话，都是特级葡萄园的话，就不会去分那么细。但是，一旦切割到这么细的时候，往往会有些更好的东西会出现。这个就是怎么讲？第一个造成这种葡萄园混乱，你会慢慢搞不清楚。哎，这个葡萄园明明这个葡萄园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拥有，而且名字都不一样？那第二个是，不但名字都不一样，因为也分出去了，所以每个人酿造手法不一样，而且每个人分到那个葡萄园的假定葡萄园，没有很大的话，它越分越小，就是这个你要酿出来的，第一个你可能很难酿酒，第二个假定那葡萄园还够大，他们分到这一块酿出来的酒品质可能就有差异性。为什么？因为我讲说，那即便是顶级葡萄园、特级葡萄园，它可能还是有略有一些小差异在里面。酿酒技术啦，然后因为平分葡萄园啦，然后加上这个越分越小了，这个葡萄园就管理上越来越困难了，更何况是酿酒。但是这个制度没有改变啊，所以后来在我们为什么讲容易踩雷是这一点，然后但也许这20年来吧，我多久具体多久我没有去查哦，反正就是至少20年来吧，就是慢慢的觉得这样不行，因为登记上很混乱。第二个，对整个呃葡萄酒、葡萄园的这种维持是有困难的，所以后来就是比较先进的做法，就是这葡萄园我们就登记就是一块葡萄园，然后如果还是按照结婚会要分葡萄园没有关系，但是把这个换成股份，就是说这块地是不要动的。然后他们是成立一家公司呢，这个就是由这个公司来，这公司可能兄弟姐妹大家一起成立的公司，然后看请外人或是他们里面有哪一个是比较有天分，他就持续去酿造。那酿造的时候卖出这些酒呢，呃，我们先用钱来算啊，就是说可能按照你本来原来的你占葡萄园的几分之几哦，这个按照股份钱就分出去给他们了。这样子的话，就是解决了说这个有关葡萄园分割的问题。但是是不是所有的葡萄园都这样做？也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拿破仑法典规范这些东西，
也有可能这一家里面就是只有一个小孩的，一个女儿的，那或是一个男生的，那这个他可能就没有分割，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强制的方法啊，比如说我给你钱，然后比如说假定有两个小孩，呃，一方是拿钱，他就不要这葡萄园，另外一方就把这葡萄园还是自己拥有，也是有这样的情形在，所以 Burgundy 会比较复杂，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说这种回归到本题，现在突然停电了，没关系，我把它讲完。所谓的这种婚姻制度，或者是所谓的嗯男尊女卑啊，或者是反正这种传统的社会思维，或是这演化过来的这种整个从农业化、工业化再演化过来，对于这个人的影响有，对于这个甚至人的这个耕种啊，或者是刚讲葡萄园这些东西，饮食习惯也会有影响。我同时就是用这个例子来解释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异造就了这个从嫁娶谈到这个葡萄园的分割等等的这个情形在 Burgundy 特别的严重。然后因为我以前念到了，就是说像其他国家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状况，这个可能跟拿破仑法典会比较有关系啊。至于说波尔多，我我坦白讲，我没有去调查这个，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好麻烦哦。这样子，所以每次买酒还要先看一下这个葡萄园，但是这个葡萄园没有错，但是这葡萄园的酿酒者是谁？因为什么？我就是我刚刚谈到那种情形，会觉得很麻烦。可是我印象中波尔多就是他们就是那葡萄园基本上不动的，然后就是嫁娶或什么的，并不会影响到酒质的状况。其他的地方也是好像也是这样，所以我没有100%确定。我坦白讲，因为我不想去研究这个，我只是觉得 Burgundy 那边这样子真的很麻烦，所以人家讲容易踩雷，而且最主要是我会觉得说，我觉得那个区的价格有点被炒高了，然后变成是一大堆人在讲风土，就是越不知道风土的人越在讲风土，你就觉得说，我喝别的酒还比较爽快，因为就像我提的，其实皮诺诺现在要去注意到应该是德国那一区的，因为随着那个什么气候线这个往上移哦，其实德国那区的皮诺诺品质越来越好。当然，德国的皮诺诺价格也很贵，不便宜哦。那你如果要喝 Oregon，就是美国的啦，或者是喝 New Zealand，或者是喝澳洲的话，当然也可以。Tasmania 那边也有，澳洲也有，然后纽西兰的当然，它靠近南半球比较就是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嘛，因为皮诺诺就适合生长在比较稍微寒冷的区域，它的品质也不错了，但是的确喝起来是跟 Burgundy 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你问我说哪一个比较好喝，哪一个不好喝，这样的问法就很笨。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个酒厂，很多个酒庄，所以单纯拿 A 比 B 这样不准。但是就统一的标准，就统一，如果平均来看，它的确 Burgundy 那边的品质还是最好的，但是它也容易踩雷。好，那我今天就把这个给简单的说明，从嫁娶彩礼、聘金彩礼，好到这个婚姻制度，然后到这个 p r o 的分割，做个简单的介绍，就这样40几分钟。讲到半怎么会突然停电，我实在搞不懂。好，拜拜。